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啊，发生了一个特别奇幻的真事儿。你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发财方式，但是靠做梦发财，我相信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次听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重庆巫溪的宁场镇。我身后这一条河呢叫做大年河，就在大年河的边上啊，坐着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的房子下面啊有一口泉水，非常神奇的是，这口泉水里面呢经常会有鱼流出来，神奇吧？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为什么视频开头我要跟你们说它是靠做梦发财的呢？我们一起进去一探究竟。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他们的房子门口写有一个神奇鱼泉的字样，房子的上方呢写着天赐鱼泉。从他们家这个大门口进来，在这个房后呢要经过这个楼梯才能下去到这个鱼泉的位置啊。我们下去一饱眼福啊，要从这边一直往下走。等于说这个鱼泉是从他家的这个房子下面一直往下挖，一直往下挖，挖下来应该有10多米深啊！哇，还要从这里这个很窄的这个巷道下来，看到没有？就是从这个地方冒水出来的，冒鱼出来的，都是同一种鱼啊！看到没有？这都是同一种鱼。哇，这，而且这个鱼很迅猛啊，很猛。哦，我来了一阵儿，我算是看明白了，它这边还是外部啊，实际上这个出鱼的地方应该在里面，它这个整个里面给封起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窗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们是可以下去看的，但是它这个地方是直接中间有一个墙封住的，看这个下面。应该这个鱼就是从这个位置流出来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洞穴，这里有水从这里冒出来，这个地方写着有个出鱼口，看一下，这里有个铁网，从这里面是有水冒出来的，然后他把这个出鱼的这个口子弄得很小，很小，因为意思就是让鱼出来了就不进去了。这边这个前面这里还弄得有尖刺的这种形状啊，也就是鱼基本上只能从这个地方出来，它再回就回不去了，出来就在这个塘子里面了。据说这个鱼呢是2种鱼啊，一种呢叫洋鱼，一种叫油童子鱼啊，生性比较迅猛啊，适合在这个暗河阴暗的地方生长。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种场景会作何感想啊？他们挖地15、6米啊，才把这个泉水挖出来的，你们说神奇吧？这边有一个神奇鱼泉的一个来历。这一户人家呢姓李，户主呢叫李长全，他们呢住在这个河的边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资源匮乏，因为都是悬崖峭壁嘛，没有什么土地，所以他们的家庭也比较困难。2007年呢，他们就准备搬家，但是在冬月18的这一个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当时也没有在意啊。结果第2天呢，又做了同样的梦。这个梦呢，就是说做梦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说啊，你家呢也困难了这么多年，你家房底下呢其实有好东西啊，你们把它挖出来呢就好了呀。那他就听了这个白胡子老头的话，就挖呀挖，突然间呢就挖到了一个铁板一样的东西啊，把这个铁板挪开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空隙，里面呢像布包裹一坨一坨的。正当他高兴的时候呢，这个梦就醒了。他心里觉得这个是好梦啊，非常高兴，就和他的家人商量。结果呢，儿子也比较反对啊，但是最终呢，因为他的坚持和固执呢，得到了家人的同意，所以呢，家人就举债10多万啊，从这个房屋后的崖壁往下开始挖，挖到了房屋底下16米的时候啊，终于凿开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洞里面呢涌出来了冰冷的阴河水。儿子在出水口切墙的时候啊，发现水里有东西在撞他的脚，他就说水里有鱼，水里有鱼。结果呢，他老爸也不相信啊，
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渔网呢挂在了这个出水口。果然啊，第二天早上这个网里面呢就装满了密密麻麻的油筒子鱼和洋鱼。所以说大千世界呀，真的是无奇不有。从此以后啊，每逢变天的时候，特别是在打雷下雨涨水的时候呢，里面就有源源不断的鱼流出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上千斤。平时呢，它也有少量的鱼流出来。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个鱼一斤可以卖70、80块钱，他们最多的一天可以卖多少钱？所以啊，我说他们家是靠做梦发的家，没有错吧？那么问题来了，万能的网友们，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啊，刚刚用无人机航拍，发现了这边有一户人家住在悬崖峭壁之上，别提那个环境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所以我从这个山这里走过来，准备过去探访一下。他这边呢，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所以呢，并没有通公路啊。但是这个进户路呢是通过来的，这个进户路呢也是用这个水泥给硬化过啊，所以走起来呢也不带泥巴的，非常不错。你们很难想象吧？我的这个前方这一面全部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这一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啊。他这个地方呢，从公路的地方下来很快啊，几分钟就可以到他家里。然后这里我们看到有好多的这个土墙，这个呢或许就是祖辈100、200年前住的那种房子，就是土墙。看看，我们走到这儿，其实看着还挺平坦，但是我们从空中看的话，其实还觉得蛮危险的，是吧？因为这个视角拉大了之后啊，前方几十米的地方就是这个悬崖峭壁。看一下家里面堆了好多的这个木材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我这个在这里说话呢，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人，是不是出去了？等于说大家看这个位置啊，它是一个椅子形状的地方，看到没有？这一户人家就相当于端坐在这个椅子上，环境非常的漂亮啊。而且你在外面你是不通过无人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还都是这个土墙，对吧？可能土墙的房子住的比较凉爽啊。这边堆了很多的木料。我们从这边进入正门来看一下啊。哇，这个房子真是古老啊，最少是超过100多年的。这边这些是茅草栏吗？哇，石头房子，朋友们，这个正儿八经特别原始的石头房子啊。而这个没有用任何的水泥，全部是用那个泥巴加上石头来修的这个房子。哇，真的很古老啊！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这边堆了好多这个木材，然后这儿这种是什么？这个是风筒吧？他们这个石头房子竟然还有2层，对吧？还有2层。这有一个小磨，主人家不在吗？是不是主人家也出去了？哇，古石头房太漂亮了！这个簸箕都这么多个，大套小，小套大，就像这个俄罗斯套娃一样，这里堆了一叠。这个土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啊？它是两边用板子夹起来，然后中间把这个土放进去，然后用那个棒头是吧，来一锤一锤的夯成这样子的。所以这种土墙其实它挺结实的，主要是住在里面呢是冬暖夏凉啊。主人家，有人在家没有？我天哪，又是没有人在家，不知道人到哪去了。这边这个是大磨啊，这个大磨它是磨粗粮的。你看地上很多的这个玉米籽儿，这都是磨粗粮的。它这个房子啊，
就像是坐在一把椅子上。我们从空中看去好像比较险峻，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非常的平坦哈，非常的安全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就像我们讲的那种世外桃源一般哦。看一下，春天来了哈，梅花也开了，然后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上，这个环境别提有多美。等到夏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土里面的绿色的植物都长出来了，那这个地方会更加的漂亮哈。如果说给你一片这么漂亮的地方，让你到这里来居住，你愿意吗？在评论区告诉我。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武隆区羊角镇的望人堡，这个地名起得好啊，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你们见过24拐、72拐，但是你们肯定没有见过36道弯吧？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来看一看下方这个非常震撼的36道弯啊！我要到这里呢，已经开了100多道弯了。要从武隆区那边呢，从那个山上绕过来，我现在头都晕了，为的就是一睹我脚下的这个36道弯。哇，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是真漂亮啊！对面就是悬崖峭壁，下边那一条路呢是这个白马镇到武隆区的一条公路啊。这条公路的话，大多数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有的是钻隧道啊，非常的震撼。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开车到这里来逛一逛。然后这一条盘山公路的话，我大概数了一下，有36道弯。昨天我就在下面的江边啊，本来说我想在那里航拍一下就算了，结果呢，我无人机飞出来之后，500米之后还没有到这个腰部啊，没有办法，所以我又在这里住了一晚。今天呢，然后一大早的呢，就把车开到这个山顶来，在这里来航拍一下这段公路啊。它从乌江边上的200-300米的海拔呀，一下子抬升到现在我站的位置1000米左右。我在想啊，当初这些村民修公路的时候，应该是费了非常大的功夫啊。他们住在江边，要想出山的话，要翻山越岭，可能要走5-6个小时、7-8个小时，要么就是坐船啊。以前坐船可能也不方便，对吧？真的不知道他们修这条盘山公路修了多久才修成啊，非常的震撼。下面我们就从无人机航拍的镜头给大家欣赏一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岭，在这个地方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更加神奇的是，这个天坑底部呢，还有几户人家居住。里面是不通公路的，公路只能通到天坑口，要下去呢需要步行。这里边几户人家呢，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哈，仿佛就像世外桃源一般。我们下去探访一下。这个公路呢是通到天坑口，那么我们要下天坑呢，是从这里有一个步行小道走下去啊。进入天坑的这个小道呢是有水泥硬化过的。这个天坑啊，我觉得可能比这个云南武德的那个天坑呢更加的宜居一点，因为这个天坑它是处于这个山上的位置。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天坑呢，
可能环境啊和这个宜居的程度会更好一些。我们来到这个天坑的半腰了，就可以看到这下边几户人家，看到没有？那个地方有几栋的房子，而且天坑底部那儿呢还有一个洞穴。还有我们看看他们的那个土地，哇，全部是一条条的这个石坎给它垒好的，所以看起来非常的规整啊。可以看得出来，这几户人家呢，特别注重这个土地的维护啊。你看。这个天坑呢，其实也不小，看这么多的土地，我目测应该有100多亩的这个面积啊，就是天坑内部有100多亩的面积。这个地方住有2户人家，这个地方应该是2户，或者说甚至3户。水源也非常的充分啊，这地方还种了很多的这个大葱，特别是这一片土地，我看着特别喜欢啊。也有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土地规整的比较好的缘故，是吧？看起来就像这种梯田一样的土地，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跟你们说啊，住在这个天坑底啊，很少与外界的人有纠纷。为啥呀？它这个边界感非常的清晰啊。天坑底就是这几户人家的。我们从那个口子下来，这儿比较容易走，大概是10分钟就能走下来啊。所以来这儿还挺轻松的。这白菜的边叶上都看到好多的这个虫孔，不打任何的农药。住在这个原生态的地方，吃着原生态的这个菜，对吧？耶，大哥，啊？你在哪来的？在外地外面来的。吃饭没到？哦，谢。在煮炒哈。哦。你们这儿住的有几家人啊？我们的3家，那边有2家，有4家人。这个里面住5家人。哦。搬到了上头去，有10几家人。原来这里面有10几家人。原来10几家人。你那个山洞是通的吗？它不通，就是一个娃娃。就是一个坑哈。就是一个坑。水呀，它不消下去啊？那没得水来的。这里面没得水呀？这没得水了，它干了的。万一涨洪水啊，这里面遭挨到。都没得好大水。没得好大个水了。没得好大水。你们在这里面住了好多年的？那个中间的我是住了好多年，我们家爷爷都是93岁才死，他都说的从他晓得以来，都从他晓得哈，他背了都是以前从独门那些了哈，我们都晓得吧，他背了他们父亲了或独门那些都得了王都是的，可能几百年了。都是对头几百年的，那都是不晓得哪辈人在那住，都不晓得哪辈人在住。对，那都是不晓得。他是啷个原因在这里来住的，不晓得。他不是没谈，还不是不晓得。还是他说的是，以前哈，从过去来讲呢，他们说的就是说的从江西起义哇，那个搬到那边来的。江西起义就到这儿来的。都在那边来的哦。哦，你们这里面贵姓啊？我们那儿是姓张。姓张，都是姓张吗？都是姓张。那就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嘛。有那种人他是属于搞四川的，那就是那边姓李。哦，我看你这个房子都是用水泥来搞的啊，都是从上面北极下来搞的啊。都是切那个8人就背下来。咦，修个房子都不容易哈。这不容易啊，把我2个都是住在这地方哈，都是那么这样的哦。都搞1年当员工。都搞1年。搞1年哈。但你一天吃饭都假使是背沙呀，或背那些砖块呀，背接下来沙和石等背下来的。跟住1年，干我2个都在不搞那个。就搞这2间房子住1年。都跟那2间搞1年都。你都有时候出去干活儿是吧？他有时间了就搞几天。到白马镇去干。如果早出去过，那还没有去住几天，那不还没有就远去住屋头。白马镇干活儿花钱天啊？白马那些像你像住电梯来那些啊，100多块钱啊，100多块钱天啊。
这几户人家呢，在这里面居住其实已经超过200年了。因为刚刚那个张大哥说了，他爷爷93岁才过世，然后他爷爷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天坑里面来的。我估计他们天坑里面这几户人家呢，是整个这一片区域最早的人家了。大家知道啊，几百年前呢，这个兵荒马乱的，可能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找到了这个天坑呢，作为一个庇护所。可能他们的祖先也没有想到啊，在这个地方一居住就是几百年。大自然啊，真的是鬼斧神工。我在贵州大山的一个村庄里发现了一棵巨型的白菜。当然，我说的不是能吃的白菜啊，是这个村庄中呢冒出来一个石柱。你别看我们镜头中看到呢它不大，但实际上它有100多米高。更加神奇的是，我们环顾整个村庄的四周呢，没有发现第2个石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哈，真的非常的神奇。这个大白菜呢有100多米高，那我们注意看一下这里的山形，整个周围都是这种大山，对吧？然后这个村庄呢，实际上它是建在了这个山梁之上。那么正好呢，在这个地方冒出来一个石柱，有那种剑指苍穹的意思啊，非常的奇特。这里呢，其实以前还开发过景区啊，看看这里环村呢修有这个木栈道，但是现在好像是年久失修，都是特别的陈旧了。带大家呢下来看一下。其实要跟大家说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啊，要想就是一直都人流很多呢，其实还非常非常的难哈，因为它的看点呢各方面啊，其实就集中在这一个石柱身上，再加上这个地方呢也比较偏僻，所以说呢，要想把这个乡村整个和这个旅游结合起来呢，说实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遵义市道真县的石笋村啊。如果想来看这棵大白菜呢，导航石笋村呢就可以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呢修有一个观景台，在这儿呢可以近距离的观看石柱笋。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呢感觉已经是腐朽的不堪了，那个木料都碎成这样了，包括那边那几个柱子也是。感觉站在这个亭子下面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个广场中间呢有一尊塑像，上面写着张国老。这个张国老是不是八仙之中的张国老，咱也不知道啊。如果是八仙之一的话，那就是倒骑驴的张国老嘛。他为什么跟这个石柱笋有什么关系呢？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倒骑驴来到这个地方，发现这个石柱笋非常神奇，在这个地方又修炼了几百年，大概是这个意思吗？没有任何的记载，咱也不知道。尤其是咱们这个视角看去啊，确实就像一颗包心的大白菜，很像啊。咱们现在呢，可以来到这棵大白菜的这个脚下啊，可以环这个石柱走一圈，因为它这里建有这个小道。这个还真的是挺神奇的，是吧？就在这个土山之中冒出来的。这边呢，这个崖壁上呢，你看以前还装有灯，对吧？可能是晚上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哇，这边他们放了好多的风筒，这个风筒放在这里呢，可能有这个蜜蜂啊来。哦，这个地方只能走到这里啊，走不过去了。我们看一下下边的环道啊，它其实是当时应该弄这个景区的时候也花费不少啊。这个是环村的一个栈道，而这个栈道的长度应该是也修了好几公里长。这边过不去啊，我们走另外一边看看，那边好像有个观景台。我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石柱笋前方的观景台，这个上方呢就是石笋村啊，整个村庄。整个村庄是建在这个山梁上的，然后站在这个石柱笋这里呢，就感觉有没有俯瞰河山的这种感觉，非常之震撼啊！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就像这一棵石柱笋，整个周围方圆几公里都是这种土山，只有在这个地方呢冒出来了100多米高的一个石柱笋，你们说神奇吧？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这一棵100多米高的石柱笋是如何形成的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Used to be like we were in love on the first time. I'm in love. Yeah. 这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思南县，在县城边凤凰村的大山悬崖上，我们看到了特别惊奇的一幕。悬崖上发现一栋特别显眼的绿色房子，镶嵌在崖壁之间，非常的险峻。房屋面朝悬崖，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谁会把房子修在这么高的地方呢？上面会有人居住吗？我们上去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的下方，目前整个崖壁呢是被这个浓雾笼罩啊。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呢，从这个地方步行上去应该是要走1个多小时。我们慢慢走上去吧，应该到时候雾就会散去了。看一下这个云雾已经会开始慢慢的散开。这个房子应该就在这边的崖壁上啊，还要走好一会儿哦。好一会儿，可能还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吧。今天比较遗憾的是有雾啊，目前来说还看不到周围的环境啊，要不然的话，这边整个周围的环境是非常之漂亮的。真的是登高望远哈。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崖壁角这里啊，看到这里一大片的平地。这边呢就是凤凰村啊，车子可以开到那个地方，也可以开到这个地方，然后步行呢上来就可以到达这个悬崖上。这边就是房子所在的崖壁。我们现在要走哪里吗？这个崖壁缝这里上去，然后从我头顶上这里，应该有一个步行小道过去。这个陡不陡？哇，我们现在是在2个崖壁之间穿行，非常的险峻。来看一下这里，很狭窄的一个通道，而且是笔直的向上攀爬。因为今天在下毛毛雨啊，路面也比较湿滑。看一下，就从这个巷道上去，然后从这边步行到崖壁的中间。哎呦，又把我整摔一下啊！看一下这个路啊，真的是非常的险峻啊！哇，太累了，从这个悬崖下爬上来，现在是满身汗。到了这个三岔口啊，往这里过来呢，就已经到了这个山门的位置了。从这个门过去呢，就不远了。这个门应该是后来修的啊。哇，这里就是一条崖壁小道，从这里过来。走到这里之后，我们就要特别当心了啊，因为下边都是这个万丈悬崖，对不对？幸好呢有这些树，还有就是今天呢，因为是大雾的笼罩啊，所以我们看不到下面的一些场景，可能这个感觉走起来的感觉呢就没有那么害怕一点。这边过去应该不远，就是那个房子的位置。哇哇哇，已经看到房子了。这个房子修建的位置也太神奇了吧！我们看一下上方的悬崖，它实际上是往外面的，也就是它这个房子修建的位置是一个内凹的一个位置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石头上还画了好多字。走到这里之后呢，看到这里有一大堆的这个废木料，有可能啊，以前这里这一片都是这个木料撑起来的，只是现在呢，好像拆了一半了，对吧？大概是这样子的。哇，来看到这个边上这个石头啊，就放在这个崖壁边上啊，有点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可能脚好像稍微动一下，它就可能下去啊。我们走到这里呢，其实这是一个寺院哈，它不是住人的。
这个中间这里啊放了很大的一个石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哇，这里还早有一个孔，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咱也不知道啊。这边也有一个孔，这里呢是这么一个像一个令牌的这个印记的感觉，这个可能有一些解释吧，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我的这个右侧呢，因为是一些佛像啊，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这个拍到啊。大概就跟大家看一下这里的一个险峻的环境啊。今天呢，因为是大雾啊，直到现在这个雾还没拆开，像这些地方就非常非常的险峻。然后你看这些石头，它都是靠在这个边上的，仿佛我们稍微动一下就可以掉下去。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石头挡住呢，其实你是不太敢走这么边的。我们总感觉它是可以替我们挡一下的，是吧？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房子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崖壁。这个崖壁呢，它是一个内凹型的一个崖壁啊。这里呢也有一堆木材，然后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地方也有一堆木材。这2堆木材呢，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拆下来的，也就是以前这个房子呢，它可能很长哈，从那边开始一直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都是这个房子，只是后来呢，可能拆掉了一部分。或许在远古时代的时候，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人居住过，因为他们要在这里守这个寺庙嘛，对吧？那么我们目测发现这个崖壁呢，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这样子，可能是人工后来开凿过来的。可以看到崖壁上还有很多的一些缝隙，包括这些石头呢，也是人工开凿过来的。哇，这个也是浩大的一个工程啊，因为这个房子已经建了几百年了，对吧？那以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机械的设备啊，都是手工开凿过来的。能够从这个地方做这么宽的一个通道过来，还在这里建了房子，你可想而知这个要多大的一个工程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险峻。这里是200多米高的一个崖壁，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不得不佩服啊人类的巧夺天工。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南湘西的深山里，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啊，发现这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相信你们看到之后啊，都会为之惊叹。在这个位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崖壁的中间啊，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干什么的啊？非常奇特。那么这里呢，它是2面崖壁，这边一面，这边一面，有点像那个是哪个地方有一个景区叫蝴蝶崖，对吧？就特别像那个地方。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下方是有一个水塘的，那么证明在丰水期的季节呢，这些崖壁上呢是有这个瀑布流下来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奇观，非常漂亮啊！现在因为是这个浓雾笼罩，我们只能唏嘘的看到这个地方有房子，对吗？是在这个崖壁的半山腰啊，半崖腰这个地方露出来一个房子，太神奇了。这个房子的上方的话都还有100-200米高的这个崖壁。下方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看一下，下面就是深渊，深不见底。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所站的位置，我所站的位置呢，这里是一条崖壁公路，这个地方呢就是集崖壁公路、岩洞人家、瀑布、悬崖峭壁为一体的这种大自然的这个奇观哈，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要带大家来探秘大山了。刚刚在这下面这个村庄啊，有村民告诉我，还有2位老人呢，独居在我身后这座大山的后面。从这个地方走路上去呢，可能要走个把小时。这里呢也是几十户啊，但是现在也是只有4、5户人在家。我们要去探访那2位老人家呢，是需要从眼前的这条小道穿过这个山，然后再翻过去。要走个把小时的一个时间，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往前走啊。据下面的村民讲啊，以前这个山里面也还住着10几户人家，只是现在呢全部都离开了，就只有2位老人留守。这个山里的植被啊还挺茂盛的，都是这种沙树，成片成片的沙树。如果这些沙树可以卖的话，也可以卖不少钱哦。看一下，整个山上全是这种笔直的沙树。沙树呢是可以拿来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具的哈，因为这种木材硬度比较好，然后它的树呢长得也比较直，所以说很多家具呢都可以用这个沙树来做啊。包括我们农村建的房子啊，也都是主要要用沙树。你们说古代的人咋想的？非要跑到这种深山老林里面来居住呢？特别是咱们贵州啊，好多人都是居住在深山老林。空气好，风景好，但是随之带来的呢是生活不方便，去赶个集要走几个小时，特别是小孩子上学呀，那真的叫一个累啊。因为我们也是住在山里面的嘛，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要走4、5个小时，你们平原地方的人很难想象。周5的时候放学了，走到家里多少时间呢？是晚上9点钟、10点钟左右。家里面的大人也比较担心，一直在家里等着。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会遇到狂风暴雨、山洪等等。别提了。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一个人置身在这种大山里面走，有很多人问我怕不怕，我怕什么呀？这里呢就到山梁上了，在这个山梁上歇一歇。我感觉居住在这里面的人啊，他们出山进山的时候有可能每次都会在这棵大树下休息一下，我也在这里休息一下，喝一点这个咱们贵州的特产赤泥原液啊，补充一下能量。它天然维 C 素的含量是800毫克，然后天然SOD 是53000U。我们补 VC 呢，一个成年人的话，大概需要100毫克的这个 VC 就够了，而这个呢，一瓶有400毫克，所以说喝一瓶呢，就够我们一天的这个 VC 摄入量了。我每次在山里走累了之后，我都会喝一瓶咱们的这个赤泥原液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VC 和 SOD 对人体的作用，那是相当的厉害啊。看这边就是从山下拉上来的电线，这里呢已经到了他们种的这个土地了。哇，今年这2个老人家是不是还要打算好好的多种一点地呀？看一下，这里是刚拦起来的，这一块地上的草也是刚砍的，难道他们还想在家里面好好的种一下地吗？哇，已经到了，这里有一个房子了，我们看到这边种了一些菜，应该就是还留守在这里的2位老人家种的，边上呢全部都用这个木材还有这个竹叶枝给拦起来的，可能是为了拦野猪，还是养的有鸡什么的。哇，这个地方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看一下对面那都是高山呀，然后这里这些房子呢，它就是建在这个坡上的，而这个坡呢，它也是缓坡啊，不是特别陡的那种。到底他们住的哪一个房子啊？是不是那个比较像？这个好像不太像。
先走那个，好吧？好勤劳的两个老人家呀，这些地都翻出来了，还有上面也种有一些地，他们真的是挺勤劳的哟。以前这里住有10几户啊，现在就看到这几栋木房子。原因是有一些人家他搬迁了之后呢，他就把房子拆掉了，就是那种扶贫搬迁的嘛。如果不是扶贫搬迁的呢，就没有拆房子啊。这里就是4栋房子，这里1栋，这里1栋，上面那儿1栋，这个地方1栋，估计两个老人家是住在这里的。你们看这里写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字，这就证明了咱们山里人啊是非常淳朴的。你有外人来，你不认识，你也可以进他的屋。看到没有写的字，请开门进屋，要关上，看到吧？他对陌生人他是一个欢迎的态度，你可以开门到他家里坐，但是坐了走了之后呢，你把门给他关上。你看，这就是咱们大山里面的人的一个淳朴。两个老人家应该是住在这里的，这里看到外面有一个水缸，有一个水桶，门口呢还挂了一些风筒，它的两边都用这个木材给拦起来的。看一下这边也有一个南门，这边也有。有人在家没有？有人在家没有？门是锁着的。哎，这两个老人家不是在这上面的吗？有人在家没有？有没有人在家呀？我到这里之后喊了半天，没有人应答。这两个老人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房间里好像也没人。有人的话，我这么大声，他肯定知道啊。是出去干活去了呢，还是说已经出山了？我天，这个今天来的这个不凑巧啊！飞无人机逛了一圈了，地上搜寻了一下，也没有看到有人的踪迹。哎呀，这2天出门运气不是很好啊！明明人家都住在上面，我们来的时候人家又不在了。带大家看一下房子吧，没准等一下又有可能碰得到呢。这个房子是一个正房子啊，有一个偏房。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地基的，只是这个房子呢，那个搬走掉了。哎，有人在家吗？我刚刚怎么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呢？有人在家没得？有人在家没得？咦，不要笑我，我都听到有声音了。有人在家没得？我明明听到开门关门的，怎么没有人应声呢？有没有人在家呀？主人家，我宁愿相信那个房间里面有人，但是他为什么不见我们？我现在脑壳是闷的。我刚到那里，就听着关门的声音，然后接着是听到脚踩那个木板的声音。有可能是他不想见我们吧，还是有别的原因呢？朋友们，你们不要吓我，我真的有点怕了。现在我要走了。
在遵义凤冈县龙泉镇6里村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棵特别奇特的千年古树。这棵古树的树身的颜色呀，就像我们皮肤一样，整一棵树呢奇形怪状的盘踞在崖壁之上，真是一道特别奇特的景观。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山里面。那么这棵马铃光树呢，其实我已经来过一次了，但是大家知道啊，我们拍一个视频呢，最多的时候播放的呢可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但是咱们全国有多少人啊？10几亿人呢，所以有太多的人没有见到过这种奇特的古树。所以今天呢，我又带大家来这里呢，去探秘一番。而且在这个冬天的话，很多的树叶都掉了的情况下，它这棵树的颜色呢会变得更黄一点。来到这个地方呢也挺容易的，就把车子停在下边，然后顺着这样的梯子爬上来呢就可以。因为这边呢属于这个山里面的野生景点，所以说呢是不需要什么门票的，自己开到这个山里面来呢，就可以看到这种景观啊。从这个下方的公路走上来呀，差不多呢也就是10来分钟吧，就可以走到这棵古树的一个位置。那么这边呢是在森林之中啊。这里生长的呢都是一些灌木，有那个青冈树啊，有松树啊，有白树啊，有沙树啊，反正好多树种都有。然后马铃光树呢就在上面这个位置，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没有见过的朋友啊，可能第一眼看到这个马铃光树的时候，你会浑身起那种鸡皮疙瘩。世间上怎么会有如此奇特的树，对吧？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个地形也比较奇特。看一下这边好多石头，对吧？而且这一个山脉呢，它那边呢都是土地啊，这边也是土地。就中间这一个山梁上呢，它是一列这个特别奇形怪状的石头，往这个山下来进行延伸。所以说这个地形也比较奇特。我们走到这里之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寺庙，然后古树呢是在那个位置啊，而且我好详细的看了一下，这里呢还做了这个太阳能的摄像头，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是没有的，可能他也是担心就是有一些人啊来这里有可能会破坏到咱们这一棵特别奇特的千年古树马铃光啊。然后我记得呀。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马铃光树啊，在上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是整个上面都是树叶很多的，但是现在你看都全部光掉了。然后它的颜色呢也是有一些变动啊，现在看去呢更加的深一点这个颜色。这边呢就是马铃光树，这里呢是一个寺庙。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马铃光树的树根哈，详细的来看一下。这边啊，就是马铃光树的树根，它已经串到这里来了，而且是从这些石缝中呢往下去扎根，吸收水分。树的主干在那个位置，到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有10多米了。那么它的这个树根呢，是从这一块石头下面穿过来的。那么你看。这里是一个树根，而且这个树根是非常非常的奇特。这种古树的它的吸附能力也非常强。大家看这里是不是像一个猴头一样啊？像一个小猴子。而且主要来看这个位置哈，它像一个倒吸盘一样，对不对？是吸附在上方的这个石头里面的，也就是它这个树根呢，可能真的是见缝就钻啊，从这些缝隙之中扎过来。我们继续去看这个主根啊，从这个位置走上来。哎呦，今天这个天气也是有雨水，所以说，哎呦，石头上特别滑。大家看，我们走到这个位置来看到没有？这里这一包都是马铃光树的树根，然后特别是它这个主干是这个形状的，看得我真的是浑身起鸡皮疙瘩，有没有？
哇，全部是格格巴巴的，还有那边也是树根，它那一棵树根也是从上方去延伸啊，也是10多米才往地下扎。这边呢也是延伸了10多米，再往地下扎。然后中间这一块呢，其实全部是石头，没有什么这个土壤的，看到没有？特别的奇特。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哎呦，真是好滑！哇，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树上呢还绑有红布啊，因为这个古树呢已经是1000多年了啊，当地人呢也把它奉为这个神树一样的这种感觉哈。然后来我们看看这个下方这些特别奇特的点，我们来看一下，哇，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些缝啊，就一点点缝，对吧？像这些，它这个树根的话，它直接是要从这些地方塞进去，全部把整个石头是进行包裹起来的。像这个地方的话，特别神奇啊，它是一个收缩的形状。那么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当地人称这个什么呢？把它称之为一个菩萨眼的这个意思。哇，真的太神了这棵树。然后树的这个后方呢，这里还有一个洞啊，这个洞呢，据说是深不见底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好像里面是有这个雾冒出来的，它其实是和别的地方相通的。那么也没有人下去过，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悬崖峭壁了，大家来看一看。其实这棵古树呢，它其实就是盘踞在这个悬崖峭壁的这个峭壁上面，所以特别奇特啊，太神奇了，弯弯拐弯弯的，就像一个大自然的艺术品，对吧？这里就像一个飞龙在天的这种感觉。我们到最上方去看一下。哎呦，太好看了，太好看了！这棵树真的太好看了。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哈，它这个地方是主根，然后呢两边是8字排开的这个根系，而这个根系呢也是比较发达哈。这边从这里穿过去，应该是穿到很远的地方。大家也知道，这种千年古树的话，它其实它的根系会很发达，会伸出去很远。咱们现在看去的话，就像是一棵干的树一样。实际上呢，它是这种树的一个特性啊。它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叶子呢就全部落掉了。落掉了之后呢，你看像这个摸起来感觉啊，特别像这种，它这个皮没有了，摸起来这个感觉就跟咱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一样的啊，触感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空洞的，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一个空洞，然后包括上方那里也是一个空洞。我们把这个飞机升上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这个地方有什么？这儿也是一个空洞，也就是这个树的主根系，这个下边呢有可能都是空的，然后这边呢也是空的，对吧？大家能看到吗？里面有什么没有？也有可能在这个空洞里面有没有什么小动物在里面修行啊啥的？据他们当地人说呀，这个马铃光树的这个树皮，它到冬天的时候会掉一些树皮，而这种树皮呢，它对一些疮呢是有一个好处的。他们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当地有一个老人家跟我讲啊，就这个马铃光树的这个树皮，他们当时好像这边有一种小小的那种传染的那种疮，不知道是什么疮。那他们就来这个地方捡这种树皮呢，回去熬水，然后来擦拭呢，就把那个疮给擦好了。所以这个树它不但具备这种观赏的价值，而且它的树皮呢也有一定的这个药用的这个价值啊。这一棵古树啊，真的是太奇特了。而我们注意观察了一下，整个周围的这个树木呀，只有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棵马铃光树，而且是1000年之久的马铃光树。那这个种子是怎么来的呢？大家有没有这种疑问？我跟大家一样，也非常好奇。我的感觉呢，可能就是在1000多年前呢，是某一只鸟，对吧？把这个马铃光树的这个种子呢，叼到这里来，放在这里的进行生长的。那我们又更加的好奇啊，这个地方是悬崖峭壁，它怎么可能长出来这种参天大树？它的营养从何而来？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地形。这边呢是有一个洞穴，而这个洞穴呢它是潮湿的，深不见底的，也就在经常有时候呢它会冒这种浓雾出来，所以说它是有水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山里啊，它本身呢就是潮湿度就比较高一点，所以这颗种子呢可能在这个峭壁上啊，就可能有一些小的土壤啊，慢慢的就把它生长出来。那它要长这么大，它又跟什么有关？它可能就跟这个洞有关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洞里面经常吹这种风出来，而且这个风呢，它是潮湿的、润的，对吧？它也可能呢，就滋养了这棵树不断的去长大。有时候这个大自然就是这样哈，鬼斧神工般的这种创造力啊，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对不对？大家看到这棵树有什么感想？如果说是你第一次看到的话，你绝对是浑身冒鸡皮疙瘩的，你会去感叹这个生命如此的坚强，对吧？全部都是悬崖峭壁，那么它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长这么粗大，而且存活1000多年了，特别的不容易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缝隙，它都是见缝插针啊，把这些缝隙全部填得满满当当的，所以这种树真的是让我特别敬佩啊！看起来就像一个天然的一个艺术品一样，而且它的这个形状啊，真的是我们可能去人工你也做不了这么好看，对吧？太漂亮了。那么他们当地的一位作家呢，还为这个地方做了一首打油诗，他是这么念的：洞外诸神依石座，意思是这个洞口外面呢有很多这个奇形怪状的一些石头啊，山前古树借云栽。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棵古树呢是生长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啊，特别奇特。古木古树生古石，那更加的增添了这棵1000年马铃光树的这种神奇，对吧？灵山灵洞有神灵，那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山洞啊，包括这棵树呢，就结合在一起了啊。这个就是这首打油诗的这么4句话哈。这一棵1000年马铃光古树啊，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杰作，让我们看到之后呢，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如果说呀，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遵义，我真的建议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奇特的景观，因为我们在视频中看肯定是没有现场看到这么震撼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松桃孟溪镇的八毛村，在大山上这里有一个差不多快废弃的古村落。我看了一下，好多房子都没人居住。这个地方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我带大家到里面去逛一逛。我们的车子呢是从山下开上来的这个地方的海拔相对较高在山上，但是环境非常漂亮。车子开到这里呢就是尽头路。就到这个村口，然后这里呢就是村庄，好多的木房子。这个村庄就住在靠这边山的位置这后面就没有任何路可以通到别的地方了，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一个村庄古村落
像这些房子好像大部分都没有人居住，带大家进去呢逛一逛。这一栋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咱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以前养猪养牛的坑啊，但也是废弃的。大家看一下这一栋房子啊，是没有人居住的，它这个院坝呢也是非常的宽。这个中堂的房屋呢堆了好多的木材，大家知道他们这边好像是这个中堂是不用装这个木板的，我们遵义那边呢会装一下这个木板。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古村落，这些路道现在也基本上没人走啊。这上面这一栋房子呢也是荒废的木房，哇，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在这里了，好可惜啊，这么多的房子都是荒废的。这很古老啊，这个房子最少是上百年的。我们看这个木板，对吧？挺大的一个房子，哇，这样的房子是真的舒服啊！主要是在这个山上啊，视野非常开阔，环境又好，这个地方真的是空气清新啊，养生养老的好地方。比较好的一点是它这个地方公路已经通了啊。这边是一个以前喂猪的一个猪圈，像那个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啊？那个是粮仓啊，就是以前放粮食的。这里还有一个半斗，他们这儿呢也是有这个水稻，种水稻的。上边那两个房子也是烂了，这边一片破旧的房子，然后这个下方1栋、2栋、3栋、4栋，有4、5栋的这个木房子。我这里走过去还有好大一片，都是没人居住的。这里是一个3合院的一个房子吧。你看这里啊，这个房子比较牛啊，这里是一个大3合院的一个房子，这边两边的厢房，然后这里的是正房子啊。这些房子都是成为古董了，都没有人居住。有没有人来这个地方住啊？我感觉都可以免费居住。这边有好多的木材放在这个筐里面。这个是最边上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我感觉好新啊，这栋房子都好像是刚建好没多久，然后就搬家了，对吧？就不在这里居住了。看一下，好新，然后也是没有人居住的。但是这里房屋就比较好，它是建好之后就没怎么住吧。你看他们这边的房子在2层楼上，它都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所以它建的这个是2层的，就上面层可以使用。这个房子也比较大，它是建的几间，3间啊，正3间大的，再加一个偏房。这里呢就是这个村里面啊，这栋房子呢就是这个村里面最靠近山的一栋房子。它在这里可以俯瞰到下面的村庄，然后看到群山环绕。这里面就是大山了，这里进去就大山了，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喜不喜欢呢？走，吃饭没得，老娘？吃了，恁个早啊？早的了，又没做了，哈，没做啷个早？小火啊，嗯？小火，哦，上火到也不冷。要整了耍呀？你们住在这花毛村哈？啊？花毛村啷个住啊？徐家坡，徐家坡哈。嗯，你们这个村还可以哦，环境好哦。可以就是是那山坡上，山坡上哈，到处都荒了，不得去了。到处都荒嘞。哦，马路都修通了嘛？修通了，他这让我在山不说没得了，田也搬不出来了。
以前都是种田的噻，全部早种都是田，都是田哈。这五台不在都是的是。哦，你们这边是少数民族吗？是汉族吗？我们这边是汉族。哦，你们这边是汉族啊，还比较少一点松桃哈。他们不是都是少数民族，大多数是哈。真的是嘛。啊。现在的话有几家人在这里啊？30家，这老人家身体不好，但你这都出去没得去生活，或者搬个车子挖点土。就是以前是30-40家，现在只有3-4家人。哦，就几个老人家。住不得了。那这些房子全部是空的呀？空了，有些快没了。哇，这个村子啊，现在几乎是没什么人居住了。刚刚那个老人家说了，这里总的以前有30-40户吧。然后现在是只有4-5家的老人在家里，年轻人都是在外面的，全是木房子啊，你看不到任何的砖瓦结构的房子。有很多朋友不是跟我说想找个地方避暑吗？想找个地方清静吗？这里可以啊，你们可以来找这些空置的房子的主人家谈一谈哈。你看我说着说着，我身后这个房子就相当不错啊，一进村的村口就是这个房子，对吧？也是没有人住的，包括刚刚我第一家看到的那个房子也很好，然后那边村尾那里那个房子也很好，就是这里我看了一下，它现在荒废的这个房子应该有10来栋，虽然说有几十户，但是有一些呢它是搬迁的名额，所以房子就拆掉了。我们可以从空中镜头来看呢，这个村庄的资源呢其实挺好的。你看这一片山，他们以前全部是梯田，村里面以前有100多人的话，也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所以资源很好。只是这个城镇化的进程呢，驱使年轻人呢都往外去务工了，所以就废弃了这么一大片的木房，对吧？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大山里面的生活啊，想找一个地方避暑养老的话，这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的公路呢也是通到了村口啊，交通也是比较便利的，想要去到镇上去到县里都是很方便的啊。太神奇了，朋友们，在贵州铜仁应江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栋房子建在了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非常的壮观。这是山下村庄几位在烤火的老人家，我们从老人家他们的口中得知啊，这个房子已经建了400-500年，他们也不清楚这个房子是怎么建上去的。那么在400-500年前，是什么样的人把房子建在这样的崖壁之上？这些材料又是怎么样运上去的呢？都是一个谜团。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座山的半山腰啊，那个房子呢就在那个位置啊。爬到这个山顶啊，从山脚下上来，应该是20来分钟，差不多。当然20来分钟是我们走路比较厉害的，走得慢的可能还要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现在我已经到这座房子下方的这个崖角了，看一下，非常的险峻啊。从这里步行上去，当然这里也是唯一上去的一个路。走到这里之后，风景好漂亮啊，那里有好几个石锥山哦。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从这里步行上去啊，感觉就是爬那种85度的坡。从这个山梁上来，后方就是悬崖峭壁，我的左右都是差不多万丈深渊，所以要特别小心啊。说实话，这个恐高的人啊，还真的不敢上来，因为你上来这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四周啊都是空落落的那种感觉。这里旋转过来就到了这个房子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只有20个平方左右，就在这一座岩峰的峰顶啊，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特别是看一下这边，哇，特别的高。但是站在这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风光无限，俯瞰红尘，俯瞰苍生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真是太险峻，太壮观了。这个房子就是建在这个10-20平米的这个峰顶，那它建的是2层，
这个因为是一个寺院，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拍摄内部了啊。在400-500年前啊，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把这个房子建在这里呢？它有可能一开始或许不是一个寺庙，也说不清楚啊，也有可能一开始是住人啊或者干嘛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啊，他们经常会这个异想天开的一些想法，在一些悬崖峭壁之上啊，这个很高的这种山峰上啊等等啊，就建筑这么一些建筑。那么古代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把房子修在这样的峰顶？他们的材料又如何运上来的？距今为止呢，已经有400-500年了，咱们也是不得而知啊。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生出这么一座山峰，又不得不感叹古人的这种巧夺天工啊，简直是令人惊掉下巴的这种做法，非常的震撼。这样特别奇特的建筑啊，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牛。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